OK，大家好，我是 Dustin。好，那我们现在就来讲解这个，跟各位新手讲解说这个 GMAT Verbal 里面的第三种题型，它叫做什么？叫做 Reading Comprehension。好，我们今天如果直翻的话，叫做阅读理解。好，那当然呢，就是大部分人都会简称为 RC 或者所谓的阅读。好，那么我们先来理解一下这种题型的 profile。好，这种题型的特色就是什么呢？第一个，它在整个 verbal 的41题里面大概占了14题。好，不过呢，其实也不是一定。OK， 好，那一般来说，大部分人会遇到大概是14题跟4个 set。可是也有一些人，他今天遇到的是什么？可能有3篇阅读，可能有5篇阅读，他也不一定今天是总共是14题，有可能是15题，有可能是12、13题。好，那一篇阅读里面大概会有3到4题，但是也有情况下会遇到你有5题的，也有会遇到2题的。OK 好，所以呢，这个东西都不是一定这样子。好，那最夸张的是有听过过去有人只做完一篇阅读，只做完1题就跳了下一种题型去了。OK， 好，那在考试的时候，我们之前说 CR 跟 SC 都是穿插出来考你 ，RC 也是穿插出来考你。不过 RC 的特色是，它今天一个题组里面的题型，它会全部放在同一篇文章，好，就是连着一起考你这样子。OK， 好，来。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今天你如果一篇 RC， 它要给你3题好了，它就会用这3题连续考完你，再换成别的题型这样子。好，当然也有可能这篇阅读可能2、3题考完之后，换了另外一篇阅读又考你2、3题。OK 好，所以换句话说就是什么？就是 CR 跟 SC 会混着出 ，RC 会混在里面也没有错，只是 RC 的混不是一题一题混，而是一个题组一个题组混。OK， 好，那么再来呢，我们要知道这个 RC 当时题组认为它所测验的主要的能力有3个。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你能不能在阅读的时候有效率的，并且怎么样呢？并且是 active 的，好，就是主动的怎么样呢？去做 skimming 这个动作。OK， 好，因为今天在未来商学院里面，各位所要读的 material， 好，所要读的文件其实非常非常多，好，包括你的 case， 包括上课的老师指定的这些书跟教材。OK， 好，这些东西其实呢，在你平常生活中，你如果用细读的方式的话，你是很难去把这个就是很难去有效节省时间的。OK， 好，所以我们要先学会的是如何从什么大量的阅读之中抓到重点，然后如何做有效率的 skimming 的阅读。OK， 好，再来第二个就是什么呢？第二个就是你在阅读的时候呢，你会抓到很多什么？很多就是所谓的 raw material 好，或者是 raw information， 就是所谓的什么呀？未经处理的资讯，你能不能用你自己的逻辑架构把这些资讯重新组织 ？OK， 好。然后第三个就是什么呢？第三个就是你今天在读文章的时候，你能不能够分辨文章这个作者在讲这句话背后的本意是什么，而不会认错意思。好，换句话说就是训练我们吸收、处理资讯以及分析资讯背后的原意的能力。OK， 好，所以呢，今天我们做阅读的时候，请注意，阅读测验不是硬考，而是我们要去针对这3种能力去做什么有效率的加强。OK， 好，然后再来呢，一个阅读里面呢，好，基本上这个我们会分2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什么？第一个部分是前面看第一遍文章的时间。第二个部分是什么呢？第二个部分是后面做题目的时间。那 Dustin 在这边建议大家的时间，好，当然这是建议啦，所以你如果今天做得快或做得慢都可以，只是你要以什么？以你的表现实力为准。好，建议大家的时间是什么呢？是说今天第一遍阅读的时候，大概是2分到2分半钟的时间，好，不要超过2分半钟。而今天在后面处理每一题的时候，总共不要超过1分钟到1分半钟的时间。OK， 好，当然各位还是可以按照自己的学习状况去做调整，只是在调整的时候要注意的是会不会挤压到别的科目的时间，或者是会不会影响你的阅读的部分的做题的表现。OK，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阅读题型到底长什么样子，到底什么是阅读测验。OK， 好，所谓的 RC， 所谓的阅读，它实际上就长得是这样子。好，在考试的时候，荧幕就大概是这样子。考试的时候怎么样呢？左边会是什么？左边会是一篇文章，而右边会是针对这个文章所考的题目。那么要注意的是，左边这篇文章怎么样呢？左边这篇文章好，它是在同一个题组里还是不会动的。OK， 什么意思？换句话说，今天你做完一题之后，换到下一题，左边这个文章其实是一样，都还是在的。好，然后呢，如果文章太长的话，这边还会有一个卷轴，会怎么样呢？让你可以操作，可以把这个文章往下卷。好，但是这个题组结束之前，左边都一定是这篇文章。OK 好，然后右边的地方就是针对这个题组所定的题目了。那要注意一件事情，如果过去有考过托福、考过雅思的话，应该都会知道托福跟雅思的题目的特色就是什么？
它是按顺序来，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今天托福、雅思的题目可能会跟你讲说1到3题，它会在前面先考，然后呢可能4到6题考的是中间，然后呢再来继续往下考后面的资讯。好，在托福、雅思中，它的题目它考的什么位置是按照顺序来的，可在 GMAT 里面其实不是。OK，GMAT 里面的题目的出现，它考你哪里，它其实没有一个一定的顺序。OK 好，然后再来就是什么？再来就是今天他也只会给你看你正在做的这一题。换句话说，今天你换到做下一题之前，你要先把这题作答完。比如说像这一题，我们选一个选项之后，按下右下角的 Next， 按完之后呢，它就会跳出下一题，上一题你就无法更改了。好，所以你在一次就是专心做当下那一题这样子，你也不能去偷看后面的题目在考什么，所以更不可能采用我们讲托福或雅思的策略，叫什么？叫做先看完题目要问什么，再回来去文章里面找资讯，这个是基本上在 GMAT 里面是不可能采用的。好，所以 GMAT 的这个就是 RC 的基本做题流程其实是很简单，就是什么？把文章先看过一遍之后，然后再来一题一题的根据题干要问的资讯，好，回去文章里面作答 ，OK， 回去文章里面去定位细节资讯作答。好，那作答完之后按下 Next 之后，才会开始给你下一题，所以你也无法去更改答案，你也无法去偷看说后面在考什么。OK， 好，比如说第2题做完之后再给你下一题。好，你可以看到题与题之间其实怎么样呢？题与题之间其实是没有什么，其实是没有所谓的就是那个所谓的顺序的。 OK 好，然后你也不知道这整个题会给你几题，还不会讲。 OK 好，突然就结束了这样子。好，这就是阅读测验的这个基本的这个就是界面的概念。 OK 好，来，那这边要注意的是，在左边这篇文章怎么样呢？有些同学可能会说，今天这篇文章的题材是不是有什么特色？好，这篇文章的长度是不是有什么规范？好，要注意的是GMAT 对文章的长度基本上是没有什么规范的。 OK 好，它的文章长度最少大概到200多字300字，而最多甚至还有到什么600-700字都有。好，所以你看有些时候是像这种短文章大概就怎么样呢？大概就1段左右。 OK， 然后呢萤幕大概占了所谓萤幕的一半，有些时候甚至是长文章。 OK 好，大概占了整个萤幕，甚至在实战中你还很有可能遇到的是，除了整个萤幕之外，还会出现上古卷轴。好，就是这边会有一个卷轴方便你滚动。好，过去经验里面，好，考到最长的文章的同学，他考到的是满滚动了一次完整的卷轴，换句话说就是什么？就是 double 的分量。 OK 好，那再来就是什么？文章的题材它其实也不一定。有些文章的题材是什么呢？像比如说这个地方，它讲的是什么量子穿隧效应，讲的是物理学。有些文章的题材讲的是什么？你看，像讲的是所谓的美国政府跟印第安人在争水权。好，像比如说刚刚我们看到这篇文章是什么呢？讲的是鱼的群居效应，是生物学的现象。所以 GMAT 的文章基本上题材是不会有任何的领域限制。好，换句话说，各种题材都会考你。 OK 好，所以你就知道其实重点并不在于能不能去考背景知识。 OK 好，因为这个考试的设计其实上怎么样呢？是给 MBA 的就是申请者。 MBA 申请者本来就会来自于各行各业，不一定是商学院毕业的，有可能今天是别的领域进来考的。所以在 GMAT 的设计上，它就怎么样呢？不会去偏向好去就是偏好原本的商学院本科的考生。 OK， 然后再来就是这个考试在考阅读理解，其实也不是考你懂了多少知识，而是考你有没有办法处理资讯。所以他今天在素材取材上就会是各种的取材。 OK， 就会是各种的就是领域都会有，维持一个公平性，以及怎么样的好，就是 focus 在这个考试真的要测验你的能力，而不是今天是考你背景知识。 OK 好，来，那在考试的时候你也不要想说今天到底文章是短的好，是今天代表说是难度低的，还是说长的代表是难度低的？好，其实上文章的长短，好，文章的长短跟难度是没有一定的。 OK 好，来，再来呢，好，我们知道文章的是这个就是取材跟它的长度的范围之后，我们再来看那到底题目的部分，我们刚刚讲这些题目的部分有哪几种主要的题型。 OK 好，这些题型呢，好，接下来讲的这种题型，好，在考试的时候都不会按顺序来。换句话说，等一下我们讲的这个顺序，在考试的时候怎么样呢？它也不一定是按照这个顺序出的。好，有可能你也会某种题型都没有遇到，也说不定。OK 好，来，第一种叫什么？叫主旨题。主旨题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好去辨别文章里面作者写这篇文章主要的目的是干嘛的。 OK 像你看，像这个地方它的题干就告诉你说，我们要了解是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好，那这个时候5个选项就会是你要选一个
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OK， 就是作者写这篇文章的意义是什么？像这个地方就是什么？就是说追求某一个商业策略，好，所可能会造成的就是所要注意的可能后果。作者写这篇文章是为了把追求某个商业策略所会带来的可能后果所表现出来。OK 哈，好，那你看其他选项就是什么不同的主旨这样子。好，你要选一个适合这篇文章的主旨，也就是作者的意志。OK， 最主要作者想要表达什么意义。OK， 好。然后再来第二种题型叫什么？叫做作用题。OK， 就是他今天会把文章的一部分特别去问你说，文章里面的某一部分作者写这个出来，他其实背后想要传达什么？他想要做什么事情 ？OK， 像你看这个地方就是问什么？就是问说，请问文章里的最后一句话，到底作者写这句话的作用是什么 ？OK， 好，所以你看，像5个选项里面就会有什么？有些人说这句话是来去好提出一个证据来干嘛？来反对前面好学者所讲的话。有些说什么？有些说今天是去解决了文章一开始所出现的什么？所出现的争论。OK 哦，好像这种东西，我们就要从5个选项里面选一个最能够怎么样呢？代表着那个就是那个部分的作用。OK， 好，来，第一种叫主旨题，第二种叫作用题。OK， 好，来。第3种叫什么？叫做所谓的推论题或合者为真题，也就是对于文章的细节资讯，我们要去推理。OK， 好，来，这种时候呢，就你一定要先看清楚题干了。好，因为这种题型非常非常多样，题干的问法会决定你后面要取得的资讯是什么。而且通常这种题型，我们要回去定位，回去找到题干里面相关的资讯，来反复的检查细节上是不是有过度推论或没有提到的嫌疑。OK， 好。像你看这个地方，他就要问你说，请问文章里面提到下列何者是什么？是所谓的 echo if 公司为了追求什么呀？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而采用 echo efficiency 这个策略的可能后果。这个时候你就要从5个选项里面选一个文章中可以推得出来的，这叫做 inference 跟或者 must be true 的题目。OK， 好，然后再来呢，来注意哦。这个地方对不对？这种题目有哪几种变化？就是什么呢？就是呢，它有些时候是它只会给你就是一个大方向的概念，然后让你去文章里面找有提到这个概念的细节。OK， 好，那有些时候它也会怎么样呢？它也会问你说什么？问你说今天某个人的想法。OK， 像你看这个地方，他问你是作者对于什么？对于 SCN 同意关于 SCN 的下列何者叙述。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除了关注关键字之外，好，除了关注这个题干里面所提到的内容之外，我们还要关注的是题干里的什么角色是谁？好，是谁的态度？只回去文章看的时候，就要去盯紧那个人的态度。OK， 好像这种是什么？带有所谓的 position， 带有所谓的立场的何者为真或推论题。OK， 那再来就是什么？有些时候它会是去把文章里面它要考你的那个部分，把它 highlight 起来。什么叫 highlight？ 就像荧光笔一样，你在考试的时候会发现这一题出现的时候，突然就出现了左边的文章有一个地方亮起来了，用荧光笔亮起来了。这个时候你就要回去怎么样呢？根据这个亮起来的资讯，结合题目问的东西，好，来选出一个答案。OK， 好像这个地方他还问你的是某位学者，某个人怎么样呢？好，他会认同关于怎么样？关于文章里面这个亮起来这边所提到的什么？最早的银行他们在借贷上的实务。好，关于这个东西，这位学者会认同下列何者叙述？这时候你就要回去找文章里的它亮起来的地方，以及找到这个人对这个地方的态度，并且做出推论。OK 哈，好，来，再来还有哪一种变化呢？就是什么？就是今天他还会问你说下列何者为非，我们称之为 except 型的变化。也就是说，今天这个题目我们反过来，就是一般的题目都是4个答案是错误，1个答案是正确的，但这种题目是4个答案都是正确，但是你要选出那个不就是题干怎么样呢？不是符合题干所要求的那个答案出来。OK 哈，好，所以这种东西叫做 except 题，叫何者为非。OK 哈，好，来，所以你可以看到所谓的推论题，好，这叫所谓的推论题，有这3种的变化。第一种是什么？就是最基本的推论题，按照关键字去找。第二种是带有立场的推论题，我们还要搭配什么样的文章里的人或学者或作者的态度。第3种是
好，帮你抓好位置的推论题。这个时候我们也要怎么样呢？我们要回去文章看 highlight 的地方。好，那注意的是这个 highlight 只有这一题会出现，而在做到下一题的时候，这个 highlight 就会马上消失了。OK， 所以你也不用想说什么看 highlight 去预测后面的题目会考的重点。OK， 好，这是行不通的。好，然后再来就是什么合者为非的变化。OK 哦，好，来就是第3种题型叫什么？叫做推论题或合者为正题。而第4种题型叫什么？叫做把逻辑题塞在阅读里面考你的类逻辑题，也就是说，它会针对文章里面某一部分的资讯或是某个人的论点，去套用我们之前讲过的逻辑题的概念。像比如说，像你看这一题，就会问你说，请问下列何者可以去 weaken， 可以去削弱文章里面怎么样的？好，这些 research 所提到的什么？所提到的结论 ，OK， 你们看到，它就会把这个 research highlight 起来，然后问你说，我们要怎么样削弱这些 research 所提到的结论？好，来，这种东西叫什么？叫做类 CR 的题目 ，OK， 好，这种时候你就要回去文章定位到相关的段落，并且用 CR 题目的思维来作答。换句话说，就是 CR 题目，但是加上了什么样的？加上了回去文章找到那个文章，那个就是会找到文章的那个小部分的时间这样子。OK， 好，所以做这种题目的时候要特别注意控制定位的时间，回文定位的时间。好，然后再来 application 这种东西叫什么？叫做所谓的应用题。这种时候，你不是只是从文章推出资讯，好，相较于 inference 或 must be true， 你只是从文章里面推出资讯而已。这种题目则是要你举一反三，它会给出5个选项，但这5个选项都是什么？都是今天实际的，就是假想的一些例子，好，或者是今天一些假想的故事，而他问你的是下面5种故事、5种例子，何者最符合文章里面的提到的概念或者是具体的陈述 ？OK 哦，这种东西我们叫什么？叫做类比应用题。OK， 好像这个地方这边讲什么啊？这边讲的是说，作者在文章里面认为是有问题的方法，好，认定物种角色的这个作者反对这个方法，下列何者怎么样呢？下列何者最具的实验是最具代表性的，最能够代表这个有问题的方法？这种时候，我们就要去找说下面哪一个的资讯是可以怎么样呢？是可以被类比到文章里面作者认为有问题的方法。OK， 好，来，所以以上我们讲了几种题型：第1种主旨题，第2种作用题，第3种何者为正，第4种类 CR。好，第5种叫什么？叫做所谓的类比应用题。这5种题型怎么样呢？它们其实上并没有说谁是简单谁是难的 ，OK？ 题型或者是题型的类型或者是文章的长短本身并不代表这个题目的难度，所以你也不用去臆测说我今天看到什么样的题型就代表说我到了什么样的难度了。好，考试的时候不用去乱想 ，OK？ 好，然后再来就是什么？再来就是这些题型也不是按顺序来的，好，也不一定全部都给你，还会看你的程度去给你不同的题目 ，OK？ 所以今天怎么样？有些人可能今天做完一个题组，他就完全没有遇到主旨题，好，有些人也可能做完一个题组，遇到了4个题目，有可能全都是什么合者为正或推论题，或者是他今天可能遇到2个作用题 ，OK？ 好，所以这边我们只是去让大家理解题型，但不代表说这些题型的考试里面全部都会在同一个题目里面、题组里面出现 ，OK 哦，好。这是今天我们看到的时候，我们要理解它来考什么。好，接下来我们就来讲一下，在 GMAT 的这个 RC 里面，好，在 RC 里面低难度、中难度跟高难度的设计都有什么样的特色 ？OK， 好，什么样的题目会被考生认为是简单，会被考生认为是难度中等或难的 ？OK， 好，首先我们先来看低难度的地方。低难度的文章的特色就是什么呢？就是第一个，像这篇文章，你可以发现一件事情。文章里面的叙述，各位如果等一下读一遍，就发现一件事，就是文章里面的叙述其实并没有到深难 ，OK？ 好，它不会说用长难句，好，或者是用很多深难单字让你看不懂，好，它的叙述基本上还是属于基本的单字 ，OK？ 好，而今天文章里的这个叙述的架构，也就是说它今天的起承转合，或者是所谓的立场排得整整齐齐。像这个地方就是什么？先讲主题，说我们有2个理论来解释鱼的群聚效应。接下来讲第一个理论为什么，后面怎么样呢？说对于有些人对于第一个理论抱持了反驳，然后最后说第2个理论说什么。好，所以文章里的态度泾渭分明，
而且文章里的架构也井然有序，而文章里面的内容也不会让你觉得很难理解，或者是离你很遥远，这叫简单题的特色。OK， 然后再来就是什么呢？后面的题目里面你也可以发现，不管今天是题干的叙述，或者是5个选项叙述，都是什么？都是简单明了让你理解，且5个选项里面它的重点很明确，好，选项也不长 ，OK， 好，所以呢，你可以很快的怎么样？你可以很快的回去找资讯，甚至不用回去找资讯，你也可以怎么样呢？按照自己的印象选出正确答案，通常不会用到犹豫或用到第二轮。OK， 好，这叫简单题目的特色，就是文章里面的态度架构分明，文章里面不会有什么深难字，也是我们生活中熟悉的概念。而选项里面，你也可以很快抓住选项要考的重点，5个选项之间，你可以很明显的抓到重点，并且很快的排除对错，这叫简单题目。OK， 好，大部分的人在考试的时候遇到这种题目，只要你有基本的阅读能力，都可以做对。而当今天难度往上升高，好，升到中难度的题目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会刷掉一部分考生的中难题目，它的特色是什么东西？它的特色就是你可以发现文章里面怎么样呢？好，重点不是它的长短哦，注意哦，这个文章我拿来举例，并不是因为它长所以是中难度，而是什么？你会发现文章里面开始它的态度变多了，不是像刚刚只有2个论点，这个地方可能怎么样呢？我们会发现说，其实上有旧的东西，有新的东西，还有一个作者的态度，还有一个作者的评价，态度开始变得有3个到4个以上，好，所以态度变得比较多 ，OK， 然后再来就是文章里面开始出现一些深难的单字 ，OK， 像你可以看到怎么样呢？像这个 Lepidoptera，OK， 好，然后还有像什么 Polyhedrosis， 好，来开始出现一些深难的单字在阻碍你的理解。但你要注意的是 ，GMAT 其实上并不是一个考知识的考试，所以这个深难单字出现的时候，你不应该害怕。如果他今天真的这个资讯是你需要知道，他会在后面用什么？用所谓的注释帮你解释。好，那如果今天是你不需要知道的，怎么样呢？他不会给你解释，他也不会影响你后面的做题。这个考试它其实在设计上都已经有想好了，所以你要记得。你看到深难字而害怕的时候，你要想一件事：今天这个考试真的是要我看懂这个字才能进商学院吗？像比如说这个 Lepidoptera，OK， 如果不是的话，你就知道它要么就是在后面有给你资讯，让你帮助你后面的理解跟做题；要么就是什么，它今天虽然给你深难字，可是这个深难字其实上怎么样的，不会阻碍你后面的阅读。好，或者是什么，或者是后面做逻辑推论 ，OK， 好，来，但是今天很多人考，如果今天原本是靠感觉，是靠硬考的话，他的阅读实力不够坚强，或者是他今天没有去认知到这个考试要考的目的，这种时候就会开始退缩。好，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刷掉一部分的考生了 ，OK 哦，好，然后你再来看。好，来，还有另外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文章本身虽然不难，好，文章本身虽然不难，然后呢，态度也没有很多，但是在学选项的时候，你会发现选项的长度开始变长。哎，各位有发现吗？在前面这种简单题目的时候，选项你可以很快的抓重点 ，OK， 好，因为它的选项叙述是短的。可是在这个地方，你会发现说选项开始变成一整句话，好，甚至还有2到3行，选项叙述很长，甚至还会用什么比较复杂的句构或语气来写。这种时候，很多人在看选项的时候就抓不到选项的重点，那更不用说作答了。OK 哈，好，来，所以像这种就是什么中难度题目的特色，就是文章里面开始出现一些不熟的领域或深难字。OK， 好，再来就是什么选项里面开始会把选项写长，资讯复杂化，让你抓不到重点，或者是今天把这个题干的地方写的比较复杂，写的比较难懂，好，或者是题干里面提到的细节，其实上在文章里面怎么样的，你要花时间回去找，你可能会没有印象，没有很深刻的印象。这个时候等于是他把资讯复杂化，把资讯模糊化，但是呢，今天他来考你的是如何 organize 资讯的。就是的能力这样子 ，OK 好，这叫中难度的特色。好，那我们来看高难度的题目有什么样的特色？好，高难度的题目就是在刚刚中难度的上面更上一层。好，首先资讯会极度的什么样的？极度的深难化、复杂化。像你看这篇文章，各位一起看，好，来这篇文章在讲的是什么？
他还讲的是，你会发现他第一句话就没有让你很好读。It is an art but indisputable fact that the 17th century English women who were generally regarded as among the forerunners of modern feminism are almost all identified with the royalist side in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royalists and parliamentarians known as English civil wars。请问你这句话出来有没有吓到你？你觉得他这句话有什么特色？第一个，你要念3行才能结束这句话，所以重点不好抓。这句话是什么？长难句。第二个就是什么呢？这句话里面的态度字你必须要理解 ，OK？ 好，不然的话你这篇文章这句话看完之后你还是不知道它在干嘛。第三个就是什么？第三个就是这句话里面有什么生难字？有没有看到 royalists 跟 parliamentarians？OK， 还有就是什么？这个故事领域在讲的是过去的历史，你可能不是那么的了解，用你就是会是我们所谓的什么不熟悉的领域。好，然后再来接下来文章里面的态度也比较多样，什么意思呢？一下子先跟你讲说，你看到还是后面再继续读的时候就会出现一大堆的生难字，像这个 patriarchalism， 好像这个 acquiesce。好，然后后面怎么样呢 ？Understandably puzzle 会开始出现复杂的态度以及各种的生难字。OK， 好，然后呢，一下子会跳去 some historian， 好，一下子怎么样呢？一下子会跳去什么？跳去作者的反驳，然后一下子又跳去另外一个人，然后一下子又跳去后面别人的例子，好，一下又跳回来作者的评价。OK， 好，所以在高难度的题目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把所有能够混淆你的方式都用上了。文章里面的主角变多，态度关系变得复杂，架构变得怎么样的比较松散。好，还有就是会出现各种生难字，以及会用的是大部分考生都不熟悉的领域。OK， 好，然后再来就是什么呢？再来就是说，今天句子的结构会变得复杂，阻碍你的阅读。所以这个地方就真的考的是什么？考的是阅读实力了。好，如果各位要真的去训练这种能力的话，一定要开始及早的培养。好，一定要开始及早的培养，就是什么？去看 Dustin Blog 上面的那个阅读实力的训练，上中下的部分，请从上开始练习。OK， 好，这样子到了真正考试的时候，遇到高难度题的时候，你才有这个基础的实力去面对。OK， 好，他要去筛选出来就是什么？就是那个英语阅读能力真的高强的人。OK， 因为在之后的商学院里面，这种人才能够快速的去吸收资讯、分析资讯。好，来，那再来怎么样呢？再来的特色就是说，今天它的选项里面，它的写法也会不但是长，甚至正确选项还会故意把怎么样的语气换掉，还会故意把它写的绕、写的复杂，让什么呢？让今天好，如果只是一知半解的人，他看到选项根本不会去选它，好，反而会去误选其他。看起来比较怎么样呢？比较相近的这个混淆选项，像你看这个题目里面的一选项，它的特色是什么？好，文章里面问的是关于今天文章里 highlight 起来的这个17世纪的英国女性何者正确？结果你就发现一件事情，它 highlight 起来是这个地方，可是正确选项它却怎么样呢？用到什么？用到后面的资讯。说文章里面讲的是 historians have been understandably puzzled by the fact that Royalist women wrote the earliest extended criticisms of the absolute subordination of women in marriage and the earliest systematic assertions of women's rational and moral equality with men. OK， 说历史学家们对于什么什么事情感到疑惑。OK， 好，那今天的第一个特色就是它的正确选项所需要资讯往往是什么？往往不是在定位点的附近，而是你要用定位点资讯跟后面几句话里面的细节去做好合理的推断才能推出来的。OK， 像你看，它虽然定位给你这句话，可是今天它真正推出来资讯是什么？推到后面这个地方。好，来，那第二个特色就是什么呢？第二个特色就是今天它的句子的写法会跟文章里怎么样的方向，好，就是它的语气跟角度可能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逆推回来却发现是合理的。像这篇文章里面讲的是学者们一直在疑惑什么，好，但是选项却说，如果这些人当时不怎么样的话，学者就不会疑惑了。你有没有发现文章里面讲的是学者会疑惑，选项却说学者会不被迷惑。 OK， 好，虽然今天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文章没有讲到，可是其实上你会发现它后面这边的细节就是对文章里面这个学者们疑惑点的逆推。学者们疑惑的是为什么今天倡导女权的人会支持保守的主义。 OK， 那今天选项说什么？选项里面却说的是今天如果倡导女权的人支持的是什么？支持的是开明主义的话，开明的那一派的话，这种时候怎么样呢？这种时候，好，历史学家就不太会疑惑了。你会发现他故意会怎么样呢？故意会把这个选项好所需要的资讯
会把它放的离今天它题干给的定位点比较远，可是事实上从中间资讯还是可以推得出来。OK， 好，然后再来就是它的写法、它的语气、它的角度也会跟文章里有差距，所以如果今天看文章一知半解的人，他就怎么样？他就会被混淆到了。比如说他看到文章里面讲到是学者们有疑惑，他觉得这边学者没有疑惑，所以就直接把这个选项删掉了。OK， 所以在高难度的题方的时候，你会发现不但文章好会充满混淆的什么样的，会充满就是深难单字、深难句构好，然后怎么样的，就是架构比较松散，会尝试要混淆你。甚至在选项的时候，它还会什么呀？它还会把正确选项写得比较不好看 ，OK， 让你不法第一时间推出来。好，然后或者是像你看，就会出现你看像这种文章也是一样，就是什么？它还讲的是宇宙的扩张，OK 好，然后开始讲。就是讲说宇宙什么情况下会扩张，什么情况下会停止，这就是说我们不熟的领域，对不对 ？OK， 然后后面讲了很多什么生物学啊，不是生物学，物理学的一些知识，天文物理学的知识。OK， 好，然后你看像这个地方真的怎么样呢？它今天会考你逻辑题，好，然后去考你关于文章中的其中一部分的逻辑，这样子。好，所以你会发现深难地方的什么样的深难的题目，就是应该说高难度的题目的设计方式，就是文章里面尽量让资讯好。用各种方式让这个资讯跟你比较不熟悉，并且用深难字阻碍你的阅读，用复杂句后考验你整理资讯的能力，好，并且怎么样呢？给出比较复杂的态度，考验你怎么样意思之间的逻辑组织的能力。然后接下来选项怎么样呢？选项也会故意写的。就是逻辑最后是相同，但是表面上一看起来会觉得说这个话怎么讲的那么绕，怎么第一眼看起来不像是文章有提到的东西。好，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这个部分就真的考验各位的阅读实力了。各位如果今天真的要去克服这种 hard 的文章的话，你一定要从现在开始去做阅读基础能力的训练，一直做至少2到3个礼拜时间以上。而阅读训练的题材呢，在我的部落格上面，在关于阅读训练的那个上的这个影片里面有跟大家续名。好，在那个影片里面一开始是做什么？是说做《纽约时报》的训练。但如果要真正克服这种文章的话，倒是你认为你要慢慢的转成到最后，你能够对经济学人的文章也能够训练阅读能力。OK， 好，来，所以以上就是我们看到了什么？第一种高难度题目的特色。低难度的题目是什么呢？文章内容简单，架构基本，也没有什么深难字阻碍阅读，而选项也写得非常的简洁有力，并且定位的地方会让你怎么样呢？很快就找回来位置。好，中难度的地方是开始文章里面会出现我们不熟的领域 ，OK， 好，以及部分深难字。好，但是并不会阻碍你的阅读 ，OK， 好，然后再就是选项写的长，它来找的是会不会抓重点的人 ，OK 哦，会不会抓重点的人？这个时候，如果你不会抓重点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看文章很有压力。还有就是看选项，你也不知道他在考什么东西。好，那高难度的地方就是每个人都看得很有压力，为什么呢？因为他用了各种方法来尝试阻挠你 ，OK？ 好，然后再来就是什么？再来就是选项的时候，你也必须要动用大量的逻辑思考，才能够选到正确选项，不然的话，很有可能就会怎么样呢？不小心把正确选项删掉了。所以这边考验的是你高等的阅读理解能力。OK， 好，来，那讲到这边为止，我们最后就要跟大家提醒的是，我们在这个新手接触 RC 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今天 RC 好像是只能硬考，好，只能去猛做猛读，好，但是很多人在准备到最后的时候，觉得说，好像 RC 没有像 SC 跟 CR 一样有那种明确的考点，有那种明确的设计模式，是不是今天我们在准备的时候就只能硬考？好，其实不是，就像 Dustin 刚刚讲的。RC 要测验能力，我们要先知道，我们才知道等一下我们要怎么去加强 ，OK？ 之后要怎么去加强？那首先，当然第一个东西就是什么？第一个东西就是好 ，skimming to recognize structure 的能力，什么意思？就是说能够在第一遍看文章的时候，能够快速抓到文章架构的能力，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好，今天在看文章的时候，你可能如果看文章像流水账式那样看的话，或者像以前那样应考的话，你可能看完整篇文章之后，你会觉得资讯是零散的。那这种情况下，等一下真的考到一些细节，你要回来定位，好，你就会觉得完全漫无目的。OK， 好，或者做主旨题或作用题的时候，你也会不知道这篇文章里面的整篇文章的骨干或作用是什么 ？OK， 好。但是如果你今天在看文章的时候，边看心里面边去归类，好，归说哪里是哪一个立场，那个立场的大意是什么？好，这种时候你心里面就会像是这个一样，就是会有一个什么，会有一个区块出现，这就是所谓的什么？这就是所谓的文章的架构 structure。
大部分的文章都有明确的架构。好像这篇文章，如果你在看的时候，你心里没有在主动归纳每一段的大意架构的话，你就会发现，好，文章的第一段是主题，讲的是什么？我们要解释鱼为什么群居效应，而中间这个地方，第二段的地方是什么？是第一个论点。好，认为说今天是因为可见度的关系，群聚就会怎么样的影响可见度，天敌就不容易看到。而今天第二个论点是什么呢？第二个论点是说，好不是可见度，这个应该是什么？这应该是指的是说所谓的就是好被那个就是看到的几率。好，然后接下来呢反驳是说什么？这边是针对前面的反驳，然后最后是怎么样呢？最后是就是第二个论点，第二个解释，认为是什么？认为今天是有 confusion effect， 有疑惑的，就是那个有疑惑的那个就效果。好，如果鱼群聚在一起的话，有迷惑天敌的效果。好，所以看完整篇文章之后，你其实就可以直接分完架构，在心里面，如果你有这4个块的架构的话，你在后面不管今天是定位细节或定位主旨或定位作用，基本上你回来文章你找的速度会很快，而你省下那个找细节的时间，你就可以怎么样呢？用更多的时间来去检查你省下了去定位的时间，你就可以用更多时间来检查什么？检查选项与文章里面细节的关系。OK 好，所以第一个能力，请大家一定要锻炼，就是看文章的同时去抓文章里面的区块架构，哪一块的作用是什么，哪一块的作用是什么，这样子。OK 好，那这个部分对不对？好，就是大家一定要先有阅读能力的训练做底子，所以还是老话一句 ，RC 要强，你一定要从现在开始去做到点部落格上的阅读基础的能力训练。OK， 好，然后再来就是什么？再来就是第二个能力叫什么呢？好，第二个能力叫做 catch valuable content and anticipate questions， 什么意思？一篇文章有可能很长，一篇文章有可能资讯会很多，对不对？好，那我们说了这个考试的特色是我们不能看后面的题目来决定我们现在要读哪些资讯。好，但是我们可不可以做一件事情？我们可不可以今天去预测说哪些资讯是重要的？好，你要知道，一篇文章里面，就算文章不管是多长，但是后面会考到的题目不会是文章里面每一个细节都会考到，好，而只有部分的细节会被拿出来定位考你。好，那如果我们今天看文章的时候，我们能够知道哪些细节是等一下会考出来的，这个时候我们看文章就可以怎么样呢？更有重点。好，不但节省时间，也可以把自己的精力放在那些会考出来的细节上面，就像开会的时候，哪里是重点就仔细听，不是重点就开始放空玩手机是一样的意思。OK 好，来，那这个部分你会想说，到时间，那我要怎么样才能知道文章里面哪里是会考出来的重点呢？这里会建议大家在自修的时候怎么样去针对后面考到的题目回来去抓定位点。OK， 像这个地方你看这个题目，你看了，我把它这个文章里面我把它后面考到了第15题、16题、第17题。看到题干之后，回来文章会用来作答资讯，我把它抓出来 ，OK， 我把它的定位点抓出来，就发现一件事情，怎么样呢？好，其实这个定位点是整篇文章里面其实占的这个篇幅也差不多好1/2左右而已。换句话说，如果你这篇文章你不知道 valuable content， 你不知道哪些句子是重点的话，你就会浪费了另外50%的时间去细看那些不重要的资讯。OK， 好，那我们要在下一次在做题目的时候，我们要怎么知道这些是重要的呢？很简单，你要去做归纳。什么意思？像你看这个地方，我除了把这个题目的点标的那个资讯标起来，我还会去注意什么？注意说这个题目的题型，以及在文章里面这个定位点它的什么？它的写法特色。好，为什么要注意的是写法特色，而不是故事内容？因为怎么样？因为你在为的是下一题做准备。不好意思，因为你在为的是下一题做准备。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下一题会出现这个 American Ethel 的几率是很低的，因为就业媒体各种领域都会考，会出现 enthusiasm 的几率是很低的，因为呢，今天这个东西你也知道，这只是故事内容所应运而生的单字而已。好，所以今天我们不是要针对故事内容做检讨，我们是要去想说下一题好会出现的几率高的是什么东西？其实就是什么语气、态度或者是写法。什么意思呢？像你看这个地方，我就会说什么，这边里面强调的是一个对比，OK， 强调的是这些人怎么样的，原本应该很开心，但后来却发现很失落，后来却发现什么，有所谓的就是那个种族歧视，OK， 所以这边在强调是个对比。
好，所以我就知道以后看文章的时候，看到新文章的时候，我看到文章里面在强调对比的时候，我的速度就要变慢，因为可能会考什么，后面会考题目，会考何者为真。像这边看到怎么样呢？像这边看回去，你会发现文章里面它的特色是，你就要开始想这边的特色是不是因为他这边有个学者讲了一个他自己的想法，所以后面去考这个学者的想法。OK，所以你在看文章以后看别的文章的时候，你看到第一遍看到有学者表想法的时候，你就会速度特别慢下来，因为你知道等一下可能会考这个人的态度，或者是关于这个人何者为真。OK， 好，来，这就是所谓的什么？所谓的定位点的归纳。好，做到定位点归纳可以帮助你一件事情，就是以后看文章的时候怎么样呢？看文章的时候，好，你可以在不会考的细节上面节省时间，快速的扫过。而今天遇到你在读起来发现语气或者是他的态度或者他的写法，很应该是重点资讯、会考资讯的时候，速度就放慢。OK，然后呢，边读边思考这边想要传达的是什么，等一下会考什么样的题目，而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向作答。这种时候，你后面在遇到题目回来定位的时候，你就会越稳定。OK 好，换句话说就是什么？别人都是看到题目再回来匆匆读，好，而在前面的时候不知道考什么，又开始就是没有重点去读完硬考整篇文章，这种时候他前面又浪费时间，他后面怎么样呢？后面又慌张。OK，但是如果你今天能够改变策略是什么？是前面先去想说哪些地方是重点，好，然后把自己的时间跟注意力都放在上面，好，而在等一下考到的时候，你就有更多的时间能够去思考里面的细节。OK 好，这是第二个，就是大家可以去做定位点的总结。好，然后第三个叫什么？第三个叫做，请你在看文章的时候，OK，好，第三个 tip 叫做，请你在就是平常练习的时候去训练自己能不能去检验怎么样的文章与选项里的逻辑细节。OK，好，什么意思呢？今天你会慢慢做到后面，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好，就是说今天如果一个选项写的简单的话，好，写的这个选项的内容简单的话，你会很快的就可以抓到说，今天是对还是错。可是如果今天选项写的一复杂的时候，你就很容易会发现说怎么样呢？你看不到重点，或是你会觉得两个选项好像都可以，你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判断对错。这是我们常说的什么阅读可能3到2选1、3选1，你会觉得好像两个都说得通，都很相近，我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判断对错。这个时候你要知道，你不是这个选项看不懂，而是这个选项里面可能有一些逻辑的关键字，它其实做出了过度推论，只是你没有注意，你只是大概看过，会觉得自己好像大概懂了。OK， 但是其实上它在逻辑上可能在一些小细节地方出现了过度推论。好，那这个地方就要提醒大家怎么样呢？好，在你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你要去了解的是剧院媒体去出混淆选项、干扰选项会出在什么样的地方。这边给大家几个提示。好，哪些逻辑概念会是剧院媒体常常出混淆选项、出干扰选项的过度推论？第一组叫什么？看到选项里面出现比较好差异或者是相同点的时候，要去检查文章里面有没有相似的概念出现，是不是这两个东西在文章里面的确有提到相同相异，或者是可以推得出来。OK， 好，然后再来第二个就是什么？当选项有提到程度，有提到变化，有提到什么？有提到就是强调的时候，好，比如说今天提到什么？提到人口密度，这叫程度。比如说今天提到什么？提到所谓的就是增加或减少。OK，好，像这个东西就是什么？好像这东西就是所谓的什么呀？就是所谓的就是好概念。OK，就是逻辑概念。好，提到程度，提到增加或减少。好，你就要回去文章去看能不能推得出来。OK，有可能是什么过度推论。好，或者是提到了特别的强调，比如他可能讲说largely。或者是什么，或者是 mostly， 这种时候你就要小心，它可能是什么过度推论。OK 好，来，所以这是第二组，第三组叫什么？叫做范围。好，范围，然后呢，区间或者是什么条件或者是限制。OK，好，当你看到选项里面有范围、区间、条件或限制的时候，你就要去想说，文章里面到底推不推得出来这个范围？有可能今天选项里提到有关的因素，或者选项里的范围，其实跟文章里面所要求的范围是不一样的。它可能范围故意以偏概全，或者是什么，或者是以全概偏了。OK，好，或者是今天选项里有讲条件，有讲限制，但是文章里面其实没有这样的条件，没有这样的限制。这种时候就是过度推论了。OK，好，然后在第四个就是什么？叫做因果关系。你要关注的是，如果选项要点出因果关系的话，
回去文章去检查这样的因果关系存不存在。OK， 像比如说选项里如果有 relate to 或是 result 的话，它就是点出了因果关系。OK， 你就要回去文章检查有没有这样的因果关系。好，或者像是有一些选项，它其实会写的是，比如说 A improve B， 好 ，A 加强了 B，OK， 好，或者是说什么，或者是说 A 比如说是 A trigger B， 好，就或者是说 A force B to do something，OK， 好像这种动词，它在语义上也隐含了谁导致谁的概念，也隐含了前因后果的概念，你就要回去文章里面去检查这样的因果能不能被推出来，好，并且怎么样呢？有没有可能是只有相关却硬要把它推成因果 ？OK， 好，这样逻辑用字的细节。像第五个就是什么？第五个叫做所谓的否定态度跟什么主客观语气。好，今天在选项写成否定的时候，你要去检查说到底它是不是文章里面肯定的换写，是不是它今天只是把文章里面内的逻辑去做取非的叙述 ？OK， 这时候要仔细去检查逻辑的关系。OK 哦，好，再来第二种叫什么？第二种叫做态度，就是你要去检查这个地方跟题干里面的所要求的立场的态度是不是符合，跟文章里面所提到的态度是不是基本符合。比如说，如果文章里面是负面态度，就这个地方这个人却变成正面态度，那当然就是什么态度相反。好，或者是今天文章里面态度明明是语带保留，但是选项里的态度却是什么？却是所谓的好，就是坚持反对，那就是什么态度故意推得过重，或者是甚至过轻。OK。然后再来就是主客观，有时候选项里面可能只提出一个可能，就是推论，推出一个主观的推论，但在选项里面却把它认定是一个就是已经发生的事实，或者是文章里面只是讲的是一个事实，在选项里面去说你应该要怎么做，好，就应该要一定会怎么样 ，OK， 这就是所谓的语气。那我们就要从这个地方下手去想，到底有没有过度推论的嫌疑。好，所以换句话说，今天的逻辑的细微的考法，其实它会针对的是什么？针对的是这些不是逻辑 ，RC 细微考法会针对今天好文章与什么样的与选项之间的逻辑概念中做转换，做什么过度推论。请各位可以用这些方法来干嘛？来检讨好自己对于看选项的时候是怎么样会被干扰的。好，像比如说今天我们在看选项的时候，我们就会注意到怎么样呢？可能今天这个选项有态度字，我们就会回去文章里面去想，文章里面这个地方所要求的这个学者对于这个 norm 的态度到底是正面还反面 ？OK， 好，那它的原因是什么 ？OK， 好，然后再来像这个地方看到有变化字消失，有因果字。我们就要去检查这个地方的因果到底在文章里有没有出现，这个地方变化的方向到底符不符合文章里面所讲出的方向。好像这个你们看到这个 facilitate 谁导致了谁，这也是因果字。后面这个什么 successful 也是所谓的态度字，我们也要去检查说这个地方的态度跟这个地方的因果在文章里有没有出现。OK， 那是不是这个学者所认同的？以及像什么，像你看这个态度字。OK， 好，所以那重点不是说看到什么字一定要留下，一定要删掉，而是今天看到这些字的时候，你可以知道回去文章要检查什么样的逻辑关系。OK， 所以今天 RC 的什么第三个就是我们平常检讨时候要注意的东西叫做什么？叫做懂得今天剧院媒体是怎么设计逻辑错误的，是怎么样让今天一个选项会混淆到大部分的考生。OK， 所以在看选项的时候，你也要或者检讨的时候，你也要从这个选项里面的这些逻辑关系去做下手。注意哦，这个地方不是说什么看到什么字可以秒删秒留，而是什么？而是今天我们要提醒自己有一个线索，才能回去有效的检查逻辑关系。OK， 好，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对 RC 这个题型的讲解。好，那会希望大家在看完这部影片之后，请各位回去怎么样呢？就开始慢慢做 RC 了。做 RC 的时候，要永远心里面记得一件事情，就是什么？第一个，你一定要额外去做阅读能力的训练。第二个，当你在做剧院媒体的 RC 题目的时候，你要记得，它不是考你知识理解的多少，它是去考你能不能够快速的组织资讯，以及怎么样呢？以及去分析资讯，并且去辨别细微的逻辑错误。好，所以刚刚讲的3个心法，请大家怎么样呢？一定要务必按照这样的原则来做出符合你自己的检讨，适合就是破除盲点的检讨。OK， 好，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对 RC 题型的基本讲解。希望大家看完这3部影片之后呢，都能够开始去写 OG， 并且能够在接下来关注到正确的自修方向。好，那今天就讲到这边为止哦，谢谢大家，拜拜。